大家好，这里是 Jeffrey Tech。在 AIGC 横空出世并迅速席卷全球的这2年间，苹果显然有些姗姗来迟。如今这位迟到的老大哥终于交出了自己的 AI 作品，不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而是 Apple Intelligence。对于苹果的 AI 表现，外界大多认为有新意，但不多。WWDC 召开当天，苹果美股不涨反跌近 2%， 不过4日股价便收复失地，一举涨超 7%， 再创历史新高。但并非所有苹果设备都能搭载 Apple Intelligence， 在苹果精准的刀法下 ，iPhone 中仅有15 Pro 和 Pro Max 支持 AI 功能 ，iPad 和 Mac 中也仅有 M1 芯片或更先进芯片机型支持。这一次，运存成为了苹果 AI 的关键与瓶颈。有人认为，苹果手机的更新支持匮乏，原因是处理器方面的规格不够。然而，知名分析师郭明基指出，从 AI 算力上来看，老款的 M1 芯片提供11 TOPS 的 AI 算力 ，iPhone 15使用的 A16 处理器却有着17 TOPS 的 AI 算力，因此可以推测算力不是限制因素。影响 AI 功能适配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内存。iPhone 15只提供了 6GB RAM 内存 ，iPhone 15 Pro 则提供了 8GB RAM 内存，正是2GB 的内存差距，成了 AI 功能适配的关键因素。在单侧部署大模型，需要 AI 算力与大量内存空间。苹果使用的大语言模型是31参数的，在使用压缩后，预计要占据 0.7GB 到 1.5GB 之间的内存空间。对于内存空间较少的苹果手机来说，这些额外的内存空间占用会对流畅性产生巨大影响。6GB RAM 的内存空间在部署单侧大模型上有些力不从心。既然无法确保体验，按照苹果的一贯做法，索性就直接不提供支持了，这样还能拉开与 Pro 系列的定位差距，刺激消费者去购买利润更高的高端版本。一直以来，苹果都在着力弱化 iPhone 中运存的存在感，历代 iPhone 的运存升级已堪称吝啬。在眼下已面世的 iPhone 系列中， iPhone 15 Pro 和 Pro Max 是唯二的 8GB 运存机型，而据目前消息， iPhone 16系列将延续 8GB 运存。vivo 副总裁黄涛之前提到，大模型对手机运行存储性能的要求起码是 8G 起步，但那是之前 AI 大模型的发展速度令人咂舌，站在当下时点， 8GB 似乎也要不够用了。作为苹果的老对手，谷歌之前已经推出了以 AI 为主打卖点的新机型 Pixel 8系列，但谷歌之后特别声明，最新的 AI 大模型 Gemini 仅能在 Pixel 8 Pro 上运行，拒绝在 Pixel 8上运行 Gemini。这2款机型基础硬件规格大致相同，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存储空间。谷歌解释称 ，Pixel 8 Pro 拥有 12GB 运存，非常适合用来运行 Gemini Nano， 可以充分释放它的潜力。但 Pixel 8只有 8GB 运存，如果贸然启用该功能，可能会影响用户的正常使用体验。IDC 指出 ，16GB RAM 将成为新一代 AI 手机的基础配置。说回到苹果未来势必将进一步升级自家的端侧 AI， 郭明基预计最有可能升级到 7B 大模型，届时便需要更大的运存来运行。苹果日后势必也会将运存作为高低阶机型的产品分割策略。如今，随着 iOS 18的到来，大部分小伙伴手中的 iPhone 一夜之间就落后了。就算未来升级成 iOS 18，也不是一个完整功能的 AI 手机。想要体验 Apple Intelligence， 必须要 iPhone 15 Pro 才行。同时，这也意味着 iPhone 15 Pro 成为了大家当前的第一选项，哪怕是 iPhone 16快要出来了，它依然值得买。Jeffrey 这么说的原因大家也都猜到了，没错，就是价钱。在最近中国市场促销活动中， iPhone 15系列价格跳水，目前 iPhone 15 Pro 和 iPhone 15 Pro Max 较发行价跌幅已经超过了 25%。那么 iPhone 15 Pro 和 Pro Max 之间又该怎么选？入手哪一款更合适呢？Jeffrey 再来整理一下两者的区别，给大家参考一下。iPhone 15 Pro 为 146.6×70.6×8.25 毫米，重量约187克，钛金属中框加哑光玻璃背板， 8GB 加 128GB 起步，发售价999美元起。iPhone 15 Pro Max 为 159.9×76.7×8.25 毫米，重量约221克，钛金属中框加哑光玻璃背板， 8GB 加 256GB 起步，发售价1199美元起。可以看出，15 Pro 除了机身比15 Pro Max 小之外，15 Pro Max 内存直接从 256GB 开始。在价格方面，15 Pro 比15 Pro Max 低了200美元。机身从前一代的不锈钢金属中框升级到钛金属中框，机身比前一代的重量轻了19克。iPhone 15 Pro 和15 Pro Max 2款机型同样搭载 A17 Pro 仿生芯片，台积电3纳米制程工艺，采用6核结构，分为2个性能核心和4个能效核心，6核图形处理器，16核神经网络引擎。
A17 Pro 是目前为止 iPhone 系列中性能最强的处理器，相较于 A16 芯片 ，CPU 性能提升10%，GPU 性能提升20%，采用外挂基带，信号表现比上代稍好一些。iPhone 15 Pro 采用 6.1 英寸超视网膜 XDR 灵动岛 OLED 直面屏，分辨率2556×1179 460 ppi，P3 广色域，1000 nit 典型亮度，2000 nit 户外峰值亮度，支持1到120 Hz LTPO 自适应屏幕刷新率，采用超细边框工艺，支持全天候显示。iPhone 15 Pro Max 采用 6.7 英寸超视网膜 XDR 灵动岛 OLED 直面屏，分辨率2796×1290 460 ppi，P3 广色域，1000 nit 典型亮度，2000 nit 户外峰值亮度，支持1到120 Hz LTPO 自适应屏幕刷新率，采用超细边框工艺，支持全天候显示。iPhone 15 Pro 和15 Pro Max 的屏幕除了尺寸大小不同，其他的配置都是相同的。iPhone 15 Pro 前置1200万镜头加 3D 深感镜头，后置4800万主摄 f1.78 加1200万超广角 f2.2 加1200万长焦 f2.8 加激光雷达，支持3倍光学变焦加15倍数字变焦。iPhone 15 Pro Max 前置1200万镜头加 3D 深感镜头，后置4800万主摄 f1.78 加1200万超广角 f2.2 加1200万多棱镜长焦 f2.8 加激光雷达，支持5倍光学变焦加25倍数字变焦。影像方面的话，可以看出 iPhone 15 Pro 的前置镜头和后置主摄超广角和15 Pro Max 的一样，主要的区别在于15 Pro Max 独占了最新的多棱镜长焦镜头，全新的25倍数字变焦可以拍到更远的景物。iPhone 15 Pro 内置3274毫安时电池，视频播放最长可达23小时。iPhone 15 Pro Max 内置4422毫安时电池，视频播放最长可达29小时。可以看出 iPhone 15 Pro Max 的续航明显比15 Pro 的多出6小时，其他的配置都是一样的。配备 USB-C 接口，支持20瓦快充加无线快充，响铃静音切换键升级为操作按钮，支持 USB 3传输，6米级 IP68， 卫星导航，蓝牙 5.3， 车祸检测，面容 ID 解锁 NFC， 采用 X 轴马达和立体双扬声器，运行 iOS 17系统。从前面的对比可以看出，iPhone 15 Pro 和15 Pro Max 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屏幕的大小、后置长焦镜头、续航这3个方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来选择。对于喜欢小屏幕手机、喜欢单手操作、对续航要求不高、预算有限的消费者可以选择 iPhone 15 Pro。对于喜欢大屏手机、追求更极致的影像性能、更长的续航、预算充足的用户可选择 iPhone 15 Pro Max。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你考虑入手 iPhone 15 Pro 系列吗？你会选哪款呢？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